你知道嗎？其實無慘並不是真正的鬼之始祖，這個身份另有其人，真相就藏在炭治郎與朱氏第一次見面的對話中。當時炭治郎正在淺草執行任務，第一次與無慘相遇，也是在此時結識了朱氏。這難道不是很奇怪嗎？無論是想繼續讓其為己所用，還是因為他不受控制想將其徹底抹殺，無慘都十分想找到朱氏。但朱氏不僅沒有躲得遠遠的，反而還跟無慘住在同一個城市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生活。這到底是為什麼呢？還記得朱氏第一次向炭治郎介紹自己時是怎麼說的嗎？他說人們認為只有鬼武士無慘能制造鬼，這基本是正確的。換句話說，還存在例外的情況，而御史郎就是他的佐證。他還說他們倆現在只需要少量血，不吃人也能活下去，是嗎？事實真如他所說的嗎？我覺得不一定。以下是我的分析。眾所周知，无惨出生於遙遠的平安時代，還在母親腹中時就因為虛弱，心臟一度停止跳動，最終以一個死嬰的狀態誕生。雖然求生的執念讓他從鬼門關爬了回來，但依舊因身患絕症，還被斷言活不過20歲。那麼身患絕症活不過20歲是誰說的呢？當然是醫生。他們為什麼這麼說呢？當然是為了引出他那個差點治好无慘的人。當所有的醫生都拒絕就診後，他出現了，好恰當的時機啊！沒有與眾人一同出現，也沒有等无慘死了以後才出現，而是在眾人將絕望的念頭深深地灌輸給无慘一家之後，帶着唯一卻又朦朧的希望隆重登場。試想一下，如果他早早的出現了，並對无慘和他的家人說這不是絕症，肯定能治好，對方會是什麼心理？是不是就會老老實實的聽他的話，按照他的方案進行治療？可真實情況是啊，无慘因為吃了好久的藥，身體並沒有什麼變化，所以一氣之下将醫生殺了。What the fuck？ 這是不是有點強行降智了？既然說他活不過20歲，說明無慘當時最多10幾歲。一個10幾歲的孩子，面對唯一可能拯救自己生命的醫生，他會殺了他嗎？智力正常的成年人都做不出來，一個10幾歲的孩子就敢這麼做了。還有藍色彼岸花的事兒，難道醫生不知道藍色彼岸花不好弄到手嗎？這種傳說中的救命之花，一年只開2-3天，而且只在白天開放。先不說能不能摘到，光是尋找它生長的地方就需要好久吧。而且正好就能在開花的時候，它們出現了，並順利採摘到，然後拿回家做成藥給無慘吃了嗎？假如尋花製藥這個期間無慘超過20歲了呢？那前面所有的努力不是全都白費了嗎？所以唯一的真相就是他說謊。所有關於無慘的事，包括殺醫生和從藥方得知藍色彼岸花的事，我們都是從他的回憶中得知，並無人證明，世間也沒有對此流傳下來相關的歷史和傳言。他確實造鬼了，但這就能說明他是鬼之始祖了嗎？我認為真正的鬼之始祖並不是他，而是那個所謂的被無慘殺害的醫生。其實他並沒有死，甚至沒有被無慘殺害。他先是讓所有醫生告訴无慘一家，他們的孩子活不過20歲，制造了一個救命無門的假象，讓他們陷入絕望之中，然後自己再帶着模棱兩可的希望出現。注意，這個希望必須是模糊的，因為直接說100%能救活肯定是騙子，同樣說救不活也不會有人理他。只有說可能救活，眾人才會相信。這時醫生便可以將自己的血混入无慘的藥中，騙其喝下，然後再故意將其激怒，讓他動手殺了自己。或者更偏激一點，直接篡改无慘的記憶，讓无慘覺得他殺了自己。從這以後，醫生就可以美美的隱身了，然後開始在幕後觀看這場長達1000年的大戲。那這個醫生的真實身份是什麼？他和朱氏御史郎又有什麼關係呢？關注我，我們以後再講。